来义长廊是可以玩水的一个游泳池哦。赞。不讲点话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 这里呢是来义大峡谷。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可能很难想象，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它就会年年增高，像小朋友一样。以前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游泳池的，然后因为现在地势的关系，它变成填高之后，游泳池一直退后，一直退后。今年又更后面，今年要走到那个吊桥那边才可以看得到。Go！ 原本的泳池这里都是，它现在枯水还没起来，夏天应该就会起来了，这里就可以玩水。我们今天车子停在这个来义游泳池旁边，那停车的点位我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哦。我们塑形的这条叫来社溪，每年状况都会有点不一样。那目前呢，它路压得很平诶，就连我们的车一般的小车都可以开到这个游泳池旁边再停哦。那目前游泳池还算是干，看一下这个水很透明啊。来社溪的水就是一个犯规的状态，这很犯规的水色。看得出来，这个游泳池还是大有可为，因为它的围墙围得挺高的。等到一场雨来之后呢，这里又可以游泳啦。现在也很棒哦。那今天来义游泳池的桥墩就当我们一开始整装跟出发的起点。那今天要到的目的地是厦门神瀑布，路线没有很复杂，就是这条主流一直走，都不用转弯，不用转进小条支流，都不用一直走就好了。大概抓1个半小时。水小的时候啦，水大可能要再久一点。路程呢会曝晒，所以我们都有戴帽子，然后有些人带雨伞。整段呢都走在比较宽阔的溪谷里面所以今天的装备很简单，就是溯溪鞋而已。那如果会害怕的话，再带个烟盔跟救生衣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要往上面走1个半小时，到人家说的来义长廊，但是我比较想要把它叫做一个天然长泳道，因为它的长度可能快30米哦，30米很长然后深度可能在干季的时候还有3到4米这么深，很适合游泳的地方，而且水又清，蛮期待的。今天是5月17号，我们现在比较枯水期的时候去，危险度又低。今年的干季比较长，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爆发性的大雨出现哦。来讲一下出门前做的天气观测，这很重要。主流上面其实它暴涨的幅度不会很大，除非是真的遇到连续性的豪雨暴雨。我们这次前来的前4天有1场雨，不算大，但是有雨。接下来的后面3天呢，都小小的，就是午后的一点点雷阵雨，每天的累计雨量大概不超过2毫米。那以今天来说，今天下午的预报是1毫米，还算安全啊，不会有太多的危险。为什么选今天？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4天前的那一场雨会让这里水多一点，所以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好玩。走了15分钟，看到第2个戏水区黄金瀑布游泳池。会叫黄金瀑布，就是因为这一片在夏天风水期的时候会有水下来，那个岩壁是金色的，所以就黄金瀑布。那旁边通常都会有一潭深潭，很适合游泳。哇，现在的黄金瀑布游泳池很棒耶！冰我现在上半身很热，但是脚是冰凉的。这个比去年干净多了。去年的水啊，沉积一阵子啊，就是会有一些沉积物。我很不想这样讲，但是不如今天就在这里吧。才走15分钟。可以。谢谢找柠檬。这真的比去年好很多很好游，很漂亮，很干净，赞！如果
你没有办法在矽谷走这么久，也可以来这一次。来，我觉得你最近帅度有增加，是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啊？我们最近做了眼睛的近视雷射手术，真的很不错。我做完3个礼拜后就开始玩水了，愈合了就可以玩水了，其实是很满意啊。出门方便非常多，我终于不用再戴眼镜跟烦恼隐形眼镜会不会喷掉的问题哦。因为玩水常常喷掉，只要在水里眼睛打开，它有时候就会慢慢的飘出来。我们有时候会跳水，跳水如果一个冲击也有可能会喷，我们已经喷过很多次了，那现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去做的是新一代的 Smart 全飞秒 Pro 近视雷射手术。我们的眼睛啊，这个角膜就像这样一个圆。然后呢，它先用雷射机器这样，在这个角膜的里面啊，先弄出一块透镜。可是这个透镜不是在表面，是在里面的。然后就从边边这一边啊，给它用一个小小的伤口，然后再把这个透镜从这里取出来。取出来就是这一个。你把你的透镜带出门哦？对啊，这就是我的透镜。有白白的，有哦，很薄很薄很薄。我们做的这个术式叫新一代的 Smart 全飞秒 Pro， 它可以把这个透镜弄到很薄很薄，那就可以减少我们角膜减少的厚度，全程的机器做定位，然后也让这个手术比较安全了。我会放那个手术台上面的画面，其实心里是蛮紧张的，但是做完现在就海阔天空，真的生活就改变的感觉。当初拿回家，过了1个礼拜之后，觉得视力恢复的非常正常之后，我就好好的看着我的透镜，然后我还问 Alan 说，这个透镜怎么只有1个啊？我另外1个，他说没有，这就是2个，因为它太薄了，所以它叠在一起，很可爱的感觉，是自己身上曾经的东西，结果它还这样子帮你包装起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会想做纪念，很酷呢。这个不能抽奖哦，当传家宝，没有人要吧？OK， 我们休息一阵子了，那继续赶路了。对啊，走吧，今天太阳很大。介绍一下今天的成员。我跟你说，我们这组人马上一次也在这里重现。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员宝哥 ，Papi 的爸爸。爸爸，哎呀 ，Papi 的。Papi 的姐姐。我们从黄金瀑布往前走5分钟。就会遇到左边有一个支流小狮魂峡谷。哇，好失魂啊！哇，而且是只有小狮魂而已哦。也是有溯溪队会进去，里面有几个高的瀑布，但是会有一点难度所以最好是有一些技术装备跟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技术人员会比较安全一点。空灵，获得了大自然的力量，充满的手势呢，充满，宝哥版本的充满啊！我们走走停停45分钟后遇到这个桥墩，以前它应该是很高的，然后水在很深的地方，可能20-30公尺下面吧，河床一年增高就淹到变这样了。那以我的经验，离开这个第2个桥墩以后，路就会开始石头变大，压过的路就会变少，会比较难走一点，前进的速度也会变慢一点。好，那大家刚刚看到我在那个沙地上啊画那个角膜，对，是跟大家示意一下，这样比较好懂。看我画得很轻松，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手术做完了，是真的还蛮满意。我们2个都是恢复得很快，所以我可以这样轻松的画。但是术前呢，其实我们都很担心，甚至到前一天晚上都非常的担心。毕竟这个是自己身体上的事情，而且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器官，当时心里是有一点压力的。不过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方便，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了诺贝尔眼科的 Smart 全飞秒 Pro 手术，安全性是高的啦。那机器定位让人为的疏失降低。这个角膜减少的厚度比较少，比起其他的疏失比较少，所以相对的感觉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也才会愿意就做这样的手术，满意啦。术前在问医生的时候，医生是说大概1天回复大概0.8嘛，可是我们2个比较特别，
我们两个一做完手术的当天晚上，大概过了3到4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得就很清楚了。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点不舒服，睡一觉以后，隔天起来就已经不会不舒服了。然后我们两个视力都回到1.2，很扯，因为隔天一定要回诊，因为那是最关键的一天。我会怕被吓到，从什么野猪冲过来。然后隔天剩下畏光，看到像现在的太阳，我是没有办法直看的，甚至看地板都不行。但是畏光这件事情大概一两天就结束了，接下来剩下眼睛干涩。眼睛干涩，我自己是3天后就不会干。我应该是1周啦。我的眼睛在做速检的时候就有说，我的眼睛的条件本身比较干的，所以我们你是不是平常就爱哭，都把泪水哭完了？像我是不爱哭的人，你都储存泪水在眼睛里，然后我这个水库很满，你知道？那都是谁让我哭的？是我让你太感动啊！自己讲，回去要跪算盘。我应该1周的时候不干的，但是本来每个人状况都会不一样。我做完的隔天，我觉得那个眩光的感觉蛮明显的。然后我就问医生，医生说：“哦，这眩光这件事情就是最晚才会恢复的最慢。现在，今天刚好2个月。对，3月17做，今天5月17，刚好2个月。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眩光很明显的感觉。开车，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玩水，然后还有像这样大太阳下面，我们在溪床上面走路没有遮蔽物，我们是觉得都没有问题的。我们大概走了1个小时又10分钟到山卡瀑布的汇流口。”大概在20分钟就会到今天的目的地了，很棒哦，波比。山卡瀑布汇流口，就从这里进去。今天不进，继续走，走在主流上面。过了山卡以后，都是在爬石头。观众，如果你们走到这里，坚持一下，真的快到了，真的，在10分钟，忍耐，冲啊！然后又走了一段，遇到这个很高的支流的莱舍瀑布，再往前右转，马上就到目的地了。莱舍瀑布我们不会去，它最下面就小小一潭呐，对，要往上才会有比较大的瀑布。终于到最后的峡谷。这转进去就是了，走了快2个小时，比预估的还要久，再撑一下，后面都是大石头。终于2个小时后，这里写厦门神，但不是这一个，这只是厦门神的入口，还要再往上才是瀑布。这个水非常非常漂亮，下面都是鱼哦。好，门口这个瀑布，我们左边高绕。Go！ 看到了，后面那里就是水晶游泳池，再过2个大石头。哎呦喂呀！很长的游泳池。这是天国的澡堂哎！天国的澡堂是谁在洗的呢？是神在洗的、是仙女吧？仙女要下水了吗？要下。拍这一段的光线更漂亮。
啊，这个潭真的很好玩。那离厦门省大概还有3个小转弯就在后面哦。那我们可能今天就不去厦门省了，因为这边 CP 值比较高，因为有一点点难度啦。如果全员要过去也不是那么容易。这边又太好玩，我们就在这边。Papi 爸要跳水了。呜呼！喝到水。我喝到了，我喝到了，我喝到鱼了。你踩水炸弹哦！你超啪的哎！我脚滑了一下。没关系，很棒，会不会痛？有点痛。超大声的哎！要啪！那时候我戴隐形眼镜，觉得哦，对，绝对会掉。做完手术不怕了。真的。这就是逆流而上的鱼！别管啦！来生水啊！会惊你！哎，快点要泼水哦！一起过来哦，过来家哦！都来是啥啦？这里真的很好玩，出门真的就是要做功课啦。我也觉得我估算的蛮好的，刚好4天前下雨嘛，就造就今天的水量，我觉得近乎完美啊。今天玩水也玩得很放心。做手术之后，其实不能马上碰水的，1个礼拜是不能洗头，很痛苦哎。他后来1个礼拜回诊，医生就说我们都回复的蛮 OK 的。就可以开始洗头了。然后户外玩水啊，也是要一段时间。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也是蛮痛苦的，因为我们几乎是每个礼拜都要拍片。那我们最后是在3周的时候去回诊检查角膜，医生说已经恢复到已经可以玩水的状态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澎湖嘛。那今天是2个月也可以玩溪水，这一部分是蛮满意的。我之前其实是有一点点散光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没有那么放心。那现在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散光的感觉有下降。我现在已经2个月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眩光的感觉就已经渐渐消失，然后我已经开始在享受这个晚上开车有清晰感的感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难习惯的，就是前1个月我们睡觉前都一直想要拔隐形眼镜。我看这么清楚，好像还没有要睡觉对，你眼睛好像还没有进入休息的感觉。对，然后每天都在模拟说要拔了吗？要拔了才要睡的感觉。假装拔一下，赶快睡咯。然后我们现在要离开了，现在抓的时间刚刚好，经过套中岛，大概现在1点，然后我们拍个合照，大家就要离开咯。好，来。垃圾自己带走，回复原状。然后如果你有多的空间，路上再顺便捡一下。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终于回到来义大峡谷的入口了，我们要回去了。这里真的很好玩了，现在还是淡季，所以有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可爱的动物哦。像我们今天就有看到那个超大型的食蟹獴，以及超肥的3强照干它不会。然后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就收集到也还。我们有频道会员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然后也有机会可以一起出来玩。就这样啦，拜拜。